2020年1月1号，近期截至2月10号，手续已完成。走过寒冷的冬夜，武汉已经重新恢复了生气。有人说，武汉人的日子是夹在过早和宵夜之间的。生活再难，装点上烟火气，热气腾腾地把平凡的日子过下去，这或许已经是奇迹。东哥，喂，啊 ，hello， 东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好久不见，怎么样？怎么样？挺好吗？最近还可以。你呢？怎么会把我约到这个地方？这里是我的母校，我大学在这里，武汉音乐学院。啊，对，这里可是我待了4年的地方哦。对。太怀念了。你看，你听到那个打鼓的声音有听到吗？架子鼓的声音啊，有。那你以前也在这个楼里面？每天在这里。啊，所以武汉你就特别熟？我觉得算还蛮熟的。那太好了，那这次就靠你带我去见识见识。好啊，带你去过早。武汉在长江边上，曾经是一座码头城市。码头工人起得早，劳作忙，在匆忙中吃一口热腾腾的早饭，是他们一天的慰藉，也是过早的由来。酱香浓郁的热干面，裹住香卤和糯米的豆皮。人们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需要这一顿温暖的早饭。就是这家店，你看很多人，他们都很随意的坐着吃。老板你好，哎，你好，我们要2碗热干面。好的。哇，好香啊！其实，对，酸豆角，在武汉，其实大家把吃早餐是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即使很忙碌，都一定要吃早饭。武汉人喜欢边走边吃哦，买了早饭边走边吃，对，就像这样。然后呢，面一给你，你就拿着就可以，因为早上嘛，就是大家都很忙碌，但又要一定吃早饭啊，对。真的很棒了，哇！我真的很久没有吃热干面了。我们乐队在学校一排完练就会来这边，好吃。那还有你认识的阿姨啊，或者老板娘吗？我们学校附近最有名的一家店，我一定要带你去尝一下。这个是糊糊，
武汉人叫它糊糊。哦，汤圆和米酒。有点烫。我是每天就是我一下课我就一定要来这里。奶奶，那你能给我也来一杯？那肯定的。我已经等了你这一口，等了多少年了？很多年了，8、9年没来了。你还记得喽？你还不错，还记得啊？当然了，我每天来你这买3杯的。好吃，那个酒酿的酸度刚刚好，太棒了，这个味道。还是这个味道吗？花？永远都不会变的。还是那种，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感觉了，和我以前印象中的武汉是一样的。那还应该挺开心的吧？超级开心啊！跟着花花来到他最熟悉的街道，在人群聚集的马路边，吃着记忆中的美食，看着眼前的他开心的笑，无忧无虑的样子，好像看到了学生时代的花花。其实我还很怀念这条街的，这里是我们每天上课要必经的一条路，大家很多人称我花花，花花对，就是在这条街上，这个街叫花迪街，花迪街，这里是花迪街，花迪街对，所以就成了这个名字。这条街上其实有一只小狗，那个狗叫花花，它跟我很亲，每次过去的时候，那个狗就过来真的摇，说啊，你看你跟它很像好兄弟的感觉。后来乐队的人就开始就都叫我花花。但那个这样来的，但我不知道那只狗现在还在不在，可能毕竟已经10年了。其实那只小狗就在前面一点点，啊，说不定还在。哎，好像就是这只吧？不会吧？是这只吗？好像有点像。这只不小吧？是这只花花，花花，是这只吗？花花是花花吗？是花花吗？是花花吗？这是花花吗？不是花花，花走了，走了，就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花不在了，花不在，这是花在，花在，花在，花在。还记得花花？对啊，花花老了。花长大了，花长大了，花长大了。哦，花花已经不在了。那一刻我还是有点难过的。在我的记忆里面，以前花地街整条街就那一只狗。然后，所以来来回回的学生，基本上喜欢狗的人都会跟花花打招呼，包括我每次都会去跟它玩一下。对，花花，突然不在，还是有点，其实有点难过。好美啊！这条路其实对，太冷了，你穿太少了。是的，我没想到今天这么冷。我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都会穿很厚，就是秋裤、毛裤，再套一层裤子。毛裤就是它是用那个毛线针织的。那个做的，然后就最里面穿秋裤，然后中间套一层毛裤，
就像跟毛衣是一样，但是那个是个裤子。东哥，这么冷的天，我们要去哪？我带你去见一个在冬天非常有意思，而且在武汉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职业，很有意义的职业，搞这么神秘啊！师傅，我们还有多久啊？快了哈，好。武汉，南方和北方在这里相遇，四季分明。夏天被称为火炉，冬天又因为湿冷，寒风刺骨。而在寒冷中，却有一群人选择在冰冷的水下劳作一整天。来微博进入百姓的味道话题，也参与话题讨论，分享自己家乡的美食，还有机会获得节目上屏。也可关注百姓的味道官方微博，看节目嘉宾分享更多地域美食。我们到了，下车吧。这就是我们家藕塘哦。那个李师傅现在正在干活，正在打藕。是这么深的。对，要侧着身子在做事。我们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吗？想体验一下吗？可以啊。那我们换衣服吧。湖北人嘛，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藕是怎么来的。哇，我还蛮期待的。走，我走前面。它这里有点那种淤泥，其实走路没那么好走。我这个腿会被像陷进去一样。哎呀，哇，其实这个水温真的还蛮冷的。今天这个水温的话，估计只有3度。3度，哇！其实走挺难走的，挺难走。这里还算很浅的位置。这还算浅的。我们一般工作的时候都是只剩个脑瓜子在外面。哇！在这种恶劣的环境，还是我们动作演员比较灵活一点。我还在慢慢适应。哎呀，李师傅好。哟，里面不习惯，有点累吧？我还行。你在摸什么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枪在这里。有个水压枪。水压枪。摸，你把我摸到了啊，小心点啊。原来底下有个水压枪是这么强啊！我试一下。用你的手把它夹着，对，它会有一定的力道。好的。Sorry， 没事，还好啊。刚刚有碰到你吗？我没事。没事吧？没事。哇，这个支架，它这个管子就要冲起来了。对。很重啊，这个枪。这水压很重。哎，我摸到了。哎呀，拿着，慢慢的。好像断了是不是？对。真的很难啊。如果不小心弄断了，它就会进泥，可能就会卖不掉了。摸到，慢慢的，是那种。有吗？太难了这个事情。因为摸到这个藕，但是也靠老师的这个枪去把旁边的泥去给它冲开，冲的散一点点，不然你硬拉上来一定断。对，它这个，哎呀，有了起来了。哇，太不容易了，很棒啊！哇，好深啊这个，要再深一点。哇，脸都贴水了，不敢再弄了。哎呀，断了对不对？
哎，往后拖，哎，往后面拖，就起来了嘛。哇，这是这样的。然后从你那边拉吧，一点点拽啊。从你那边拽。好。OK， 出来了。OK。哇，这么长啊！啊，这也太大了吧！牛，哎呀，哇！哎，彩虹哎！你们一天大概能够挖多少斤1-2千斤吧。 ？1-2千斤呢？对，这里有这么多藕吗？有。哎呦！感觉以后吃每一顿藕都很香啊。对，更香应该是，而且不会剩。对，不会剩。哦。 往那边走，往那边。啊！这个一篮是有多重啊？这一篮可能有不到200斤。 200斤，花花可以一个人拎上去。你这个太难我了，要不你也试一下？我不行。哎呀，好，够了。1、2、3。哎，对，就这样。对。走。真的很重啊！好，1、2、3，放。好嘞，180。那能卖多少钱？180，我看这是要卖400多块钱。好，谢谢。 1、2、3。1、2、3。我们现在去洗一下吧。好。哎，这个是洗一下吗？所以你们是直接去洗衣服，然后又洗脸，这样是吗？对。都飘起来了，你看，其实还蛮舒服的。它是无重状态。好累啊，不能喝水，不能上洗手间，一直弯着腰工作，还要晒太阳。其实各行各业，当你真的去研究它，都有这么困难的就是一个环节。来，请坐。好，它烧的什么呢？这是卤藕，今天刚做的。哦，很香啊。要不要尝一下？可以啊。挖回来的那个断藕，就是带回来自己给它吃掉，因为不好卖了嘛。明白。味道怎么样？可以吗？好吃。啊，现在我跟你说，在看到这个藕啊，对它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感情也不一样。其实真的不知道是这么困难才能够拔出一根藕，但是你想，如果没有了它们，在武汉有多少人们是没有藕吃？对。当冬天越冷的时候，其实挖藕是越辛苦的。但反而大家是越需要藕的。下雪了也要下雪了，更要努力了。哇，那我记得10几年前有一次武汉，就是雪灾吧？哦，是吗？好像那个雪都那个膝盖吧。有这么深的？都是要把冰给它打碎，然后才能挖藕嘛。
我这是个冻仓啊，这个挖藕在水里面，虽然戴在手上，如果到了零下几度的话，结冰的时候那还冷。那一般的就冻开花，冻仓都是很厉害的。哇，你做这个行业已经多久了？我现在20多年了，96年开始挖藕。我现在今年53岁了。挖藕人用自己一冬天的冷，换来了一城人的暖。一日三餐，武汉人永远都离不开藕。煎炒焖炸，炝拌炖煮，藕在餐桌上总是千姿百态。这其中，那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莲藕汤，刻在了每一个湖北人的味觉记忆里。而这温暖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守着那一簇文火。于师傅你好。哎，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于师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刚去，稍微挖了几根藕。你看看。这藕也比较好啊，煨汤也是比较粉的。你这边是怎么这么多的炉子啊？我们这是按传统古法的煨汤技艺。冬天人、武汉人也喜欢喝汤，那每家每户呢都会有一个这个吊子来煨汤。因为吊子啊，它通过反复的煨，越用的久呢，煨的汤越好喝。我们用的是蜂窝煤，它这个火渗透出来的时候，它比较稳，比较慢。你是怎么去控这个火候啊？我们煨汤啊，它有一些小技巧，就一听、二闻、三看，这都是一个多少年吧，慢慢的积累经验。对对对。那我来吗？试一试。我们蜂窝煤要对孔，这样它火上来就快。要对孔。对。煨汤呢，我们是要煨3、5个小时，是要小火慢煨，不能急。实际上煨汤啊，其实和做人呐是一样的道理，是做什么事啊都不能急的，要慢慢来。汤王煨汤的秘诀：先炒后煨，炒中入味。大火煸炒出油脂的浓香，再转入古老的调子。汤嘛，总是要慢慢熬、慢慢煨的。重要的是要有耐心，文火慢炖。把握火候，不急不躁。传统的蜂窝煤，小火慢煨，将热度慢慢传递。在悠长的时间里，冬藕也慢慢释放清甜，与醇厚的肉汁融合，变成一锅温暖的莲藕排骨汤。哇，这个地方还蛮挺美的，别致的。这都是吊子，跟我用了20多年，都是这么有历史感。哇，这一个铜瓢
说起来啊，我眼泪都来了。啊，怎么说？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哦，这个铜勺有100年的历史了。多少？100年啊，有100年的历史了。所以老师，你家里都是做汤的？我父亲13岁做汤嘛，1936年。啊，到我今天我也60岁有2了，我也将近从事这个行业将近有40多年了。哇！花花上一次喝这么地道的藕汤是什么时候？我估计也得有10年了。哎呦，10年啊！嗯，这个喝汤啊，你要把碗拿起来，轻轻的一吹，就是把油把它吹开，然后抿上一小口，一股浓浓的排骨莲藕的香味就到你的口里到心里了。跟你以前喝的藕汤是一个味道吗？是啊，感觉会更好喝。我还听说在前年就是武汉最紧张的时候，就是那个非常时期，你还给很多前线的医务人员送藕汤。是的，医疗卫士啊，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武汉。当时呢，武汉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严冬。我们站在这边，他们要站在我们有6米的地方，把一碗一碗的汤添好端过去给他们，然后他们喝了之后，哇，好好喝啊！他们那边就向我挥手，啊，原来这就是武汉的味道。我心里当时真的是很欣慰、很开心的，真的就是这一个瞬间，我把温暖送给了别人，其实带给我的也是一种快乐，一种欣慰，一种温暖。就像我们煨汤一样，我们的寒冬已经熬过去了。熬这个字，说起来简单，其实最难。特别是在困境里面，只能慢慢熬。而一旦熬过去了，又是另一番滋味。汤是这样，人也如此。点燃一炉蜂窝煤，文火煲汤。亲手挖来的冬藕，配上汤王的秘诀，在添上记忆中的味道，会如何呢？冬藕、猪腱肉、章鱼，各种食材放进锅中炖煮。藕的清甜，肉的醇厚，海的鲜美，在锅中融成一味。藕块浸饱食材的鲜香，丝丝绵延。煲一锅从小家里常做的老火靓汤，文火慢熬，从来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在等待的时候，在就地取材，用湖北的腊肉做一锅最熟悉的广式煲仔饭。
湖北腊肉与广式腊肠肥瘦相间，比例恰到好处。在熟悉的美食中加入当地的味道，总能带来惊喜。哇，峰哥，花花做什么呢？做了一个非常香港的一个煲仔饭，但是用一些武汉的这个腊肉。哦，哇，对，然后也做了我的版本的一个藕汤。哦，是吗？闻的就很香哎。我家里的藕汤呢，他就喜欢放章鱼，广东人吧，都觉得自己的汤是很厉害的。哦。哇，太棒了，太棒了！哇，这个饭太香了。我还没有吃过有腊肉的这个版本。对，因为我喜欢把不同的地方的一些食材跟文化去结合。啊！哇，太棒了！哇，太好吃了！你们团队很担心你，花花在增重量。8年前了吧，我第一次见到你，跟现在我再见到你是2个人。那个时候我看到你的时候，好像永远是跟其他人是你就永远是这里，那其他人讲话什么都是一大堆。对，我以前其实有点怎么讲，就是算是不太合群的一个人，基本上有摄像机一对着我的时候，我就会不自然。对，我会跑。我很记得就是那反正我总是要跑，我就看到摄像机突然对着我了啊，我就这样，我就踏，赶快就跑了。像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挣扎，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特别怀念以前的自己，对，甚至是你刚刚认识我的那个华晨宇，以前一直总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个小朋友，但突然有一天很多事情要压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觉得哎，那可能身边能帮我分担的只有我自己，怎么讲，就是很压抑，就是甚至想过要放弃一切。明白，对。然后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就是约我去晚上骑自行车夜骑，北京的那个马路上骑车，骑了很久。然后那一天我就觉得，哎，好像就是很舒服，好像什么都可以不用去想。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你现在就是习惯了去骑车，晚上去。我以前出门可能会自己开车，但我现在都自己骑车了。对。其实是接纳了自己在一个社会里面。没错，好像你在这个环境里，你融入到了一个环境里面。对，每一次如果骑车的时候骑累了，然后就去路边看到一个还蛮不错的、蛮有意思的餐厅，就会进去吃饭，跟那个寿司师傅喝到早上聊天。啊，你可以这样了？对。那我觉得很不容易。对啊，然后会和很多陌生人聊天。一开始会以为啊，自己压力都这么大了，我还要听你的压力，但其实到最后发现，每个人都是在努力的生活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都要，但是最终都是向前看的。然后那一刻就会很鼓励我。太好了，对，我被很多陌生人鼓励，好暖哦。对，就很温暖，挺好。对啊，然后就写了这张专辑，治愈3部曲。从一个就是融入不了的小孩，到一个现在是愿意去跟人家分享，去担当所有事情，男人了，长大了。
太棒了。其实以前很多人都说我很冷，就像对别人啊，对这个世界啊，都保持着距离，总是离得很远，而且经常有人说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但其实只有我知道，在自己的孤岛上，少不了音乐，也并不冰冷。我觉得以前的我用音乐温暖自己，而现在的我希望能用音乐治愈别人。我肯定现在的你带给所有你的粉丝们的温暖是比以前大很多100万倍的。我还要努力，大家都还要努力。这一季我这个节目也跟以往很不一样，这一季我们的重点其实是放在百姓，在这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其实都真的看到他们特别的辛苦，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这么久，让我觉得，哎，我们的那些小小的苦又算什么？对，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很感动，就觉得其实很多人生活不容易，但是他们仍然美好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和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好。尤其是这2年这么特殊的2年，是。但是就武汉已经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再怎么难，一定会熬过去。熬过去，对，明天会更好。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看到人们用日复一日的坚持，熬过艰辛和困苦，学会去更好的生活，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吃个夜宵，好啊，顺便带你认识一个专家。哇，好啊。欧师傅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哦，师傅你好，你好。我们好康的这个服务设计师。什么是服务设计师啊？就是我们今天购买的每一个服务，它都要经过前期的一些服务设计、研发和测试。武汉的冬天其实还是很冷的，都是用空调取暖。像我今天洗的这一台空调，它是在一个餐馆里面，它比我们家里面的空调更脏。我今天就想洗一洗，我到底能够把它洗干净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哦，哇哈，能不能先点夜宵？好啊，好啊，我跟老师聊聊。OK。好啊，好啊，好。来2份蒸虾吧。好嘞。后干子是那个软的那个吗？就是特别，对，它特别鲜。要1份吗？瘦肉跟肉筋还有五花肉各来10串吧。哎，好嘞。啊。哇，老师，你这个工具是什么？我现在这个用的是一个蒸汽机。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空调看着很干净，其实是很脏的，现在都在滴黑水了。对。应该就是我家里的空调没有正确的被清洗，所以我的鼻子会这么过敏。我们洗空调之前，首先要把空调给拆掉，只有我们把它拆得很彻底的时候，边边角角我们才可能洗得很到位。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特别喜欢把东西拆开，然后再重组，拆开再重组。对，我是男孩子嘛，男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想当一个技术特别牛的人。我从小也是这样想的。男孩子就会有这个研究的心。对，是的。包括我后来读书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一些工科类的一些课程。
最早就想通过技术来改变生活，多挣钱。其实后来想一想，我不但想要去改变我自己，我还想通过技术去帮助更多的人。像这么大一个箱子，你是工作的时候到处拿着跑吗？是的。哦，是不是还是蛮重的？哇，如果把所有东西加进去，那肯定非常非常重。对，40多斤。哇，清蒸吧。我们先要这些吧，谢谢你。你先忙，我们外面点了一些菜，你一会儿过来吃吧。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哎，峰哥，你点了啥？你能吃虾吗？我绝对能。可以尝一下武汉的做法的虾。其实这个吃虾的方法有一个很快的方法，头拧下来之后，它留了这么一点点，然后呢就捏在这里，轻轻的捏，然后呢捏身体，然后，好，就是这样。其实武汉人吃虾很快的，而且一吃好几桶的那种。武汉号称江湖城市，长江与汉水两江交汇，在滚烫的炙烤中，冷和热相遇，鲜和香结合，让武汉人的夜晚热火朝天。我这次来武汉，其实路过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让我充满了回忆。就是很多地方都是我经常和乐队的人一起去过的地方，几个男生一起，就是一帮人很热血，做着自己爱做的事情，然后就出去吃东西，然后聊天，就是很快乐。那时候我还不叫花花，那时候还叫我华晨宇。在冬天的晚上，宵夜摊啊、烧烤啊、小龙虾啊，感觉一切都很平凡。就像那个时候的花花，快乐是实实在在的，连烦恼也都是简简单单的。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哎，老张，空调洗好了，空调可以用了。洪老师，这个箱子太夸张了。对，有点重。吃点，怎么样？弄好了。好了。你知道，你边吃别客气。好。你知道他们清洗这个空调的季节，1个月要清洗多少台吗？多少？我们一个空调季的话，我们会洗100多万台空调。啊！因为100多万，100多万，而且他这个人好好笑，他是很多东西是他自己喜欢去琢磨，然后去研发。我记得有一个布是你研发的吧？对，七色保洁布，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当中，员工会给你说，哎，我们拖地很累。后来我就去思考，把那块布经过了几十次测试以后，发现那个布的绒它太长了，拖地的时候就要使很大的力气，就会出现一个腰部不适啊。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服务升级，但是对于中国几千万家政服务人员来说，减少了他们的一个劳动强度。就这一块布，我们升级完了以后，员工的效率大概是提升了20%-30%。哦，是可以提升这么多？对。那你花了多长时间去研发这种事情？半年时间是有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自己的专业执着的人就会去琢磨一些非常可能大家会觉得没必要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专业，也是值得被尊重的。我觉得其实是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好像真的没什么太大必要，但是只有自己跟自己较劲。你最较劲的一次是对着什么东西？我最较劲应该是创作的时候吧，比如说录一个和声，然后那其实我完全可以找很多人来录，但是我会自己一个人把它全录掉，就是你现在的歌都是一个人把所有声部录的吗？对，我自己一个人录一个大合唱，一个万人大合唱。 No。我知道你音很高，但是你怎么做那种低音的逼自己合唱的？就是强行逼自己，就是一定要唱到那个低音和那个高的，重复唱100遍。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类人，就是技术宅的这一类人。我们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废寝忘食，去做这件事情，有可能忘记了白天和黑夜。我以前是这样，我以前写歌的环境其实是一个，就是你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漆黑的屋子，然后就把录音笔打开放在那里，然后就弹钢琴，然后就开始写唱啊，就这样。但那段时间写出来的音乐就还是都有点偏黑暗、孤独一点吧，对，孤独一点，对。然后，但我这2年其实写歌开始换了一种方式，就是我把写歌的环境搬到了客厅，然后而且我喜欢早晨起来写歌。以前是晚上，现在早晨一大早起来先写歌，然后把窗帘全部都拉到最开，然后那个阳光照进来，就是早晨的晨光照进来，在那个状态下，对着太阳，然后来写歌，感觉很不一样。所以你现在的作品肯定是阳光很多了。我觉得是变阳光了很多，然后写出来的音乐会温暖了很多。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黑夜总会过去，而阳光终将来临。有的时候会怀念曾经的自己，那个时候生活很简单，很快乐。对于以前的花花来说，宅就是最简单的快乐。但是现在呢，走出家门，鸟叫虫鸣，和陌生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虽然不简单，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快乐。如果有一天能对曾经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我会说，将有一天你会遇见美好的一切。哇，武汉冬天好冷啊！要这个时候有一碗热干面就好了。阿姨，来一碗热干面，然后一碗蛋酒。好，冲蛋酒。就自从我离开武汉之后，我基本上我都不吃早餐了，就是因为吃不到正宗的武汉热干面。蛋酒好啦，你的。谢谢。我以前上学就是这样，拎着2个袋子，然后手上还拿着一碗，然后就边走边吃去上课。哇，太幸福了。请吃个肉，来，来个肉吧。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路过那个花旗街就是这样，有时候看到花花了，我要拿着吃的，我就会给它吃。花花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高冷，当我跟它混熟了之后，它对我可热情了。花花，这是花花吗？不是花花，哦，花走了呀。花不在了。花在，花在，花在，花在。我们都大声欢笑过，也在深夜里。你喜欢我啦？你别跟着我呀，我要走了，拜拜，拜拜。过去呀，过去了，他也曾陪过你的青春年华。现在呀，未来呀，世界还很大。将有一天你会遇见美好的一切，值得珍惜无数擦肩，无数相见，花开与花落。就算离别，将有一天你会拥有美好的生活。感谢在那每一次跌倒了以后，又重新来过。只要你笑容如昨，对我来说足够。哇，好久没回来了，武汉还是原来的样子。你这次回来，有找到以前的花花吗？以前的花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都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啊、磨难啊，但现在的花花找到了新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就像这条路一样，不知道它会通到哪里去，但是只要坚持，一定会更好的。过去呀，过去了，他也曾陪过你的青春年华。现在呀，未来呀，世界还很大。